大家好，张扬不羁的毒舌金星显然已经不能只被人简单的看成是一个淌过男人河的女人了。她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的大嘴无忌。总之，别人敢说的，她也敢说；别人不敢说的，她还敢说。这就是她的招牌之处。然而，她的毒舌虽狂，却没人敢说她狂，因为没有生活的历练、阅人的无数。自然没法在他的面前互怼和较真儿。有时看到他在各种场合的浓妆艳抹、风骚万种，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在化身女人之后的各种潜能的爆炸和思想的跨界。经历过男人也经历过女人的他，的确无论看人还是看问题都有其刁钻独特的视角。在他过往的大热节目《金星秀》中，他曾经对两个女人的深层八卦和一惊一乍，算是把他的特色彰显得淋漓尽致了，同时也无意中揭晓了一个当代女性魅力的粉红秘密。一次是他好奇的八卦赵丽颖的化妆品每年消费额度，大概当时的他脑袋里都是一个爽或者两个爽的天价回答。然而当赵丽颖信口说出了2000块之后，终于让这个八卦的金星崩溃了。要知道，一支限量版的 CL 萝卜丁女王全杖口红都需要1000人民币一支，2支口红的价钱就可以抵得上赵丽颖1年的花销了。无论是喜欢消费和打扮的金星，还是喜欢八卦和节约的普通观众，恐怕再把1块钱掰开两半用，2000块钱也只能属于女人圈的最低消费了吧。无论结婚还是未婚的女人，其实都需要对内在进行投资，对大脑进行充电，但也不能忽视了外表的维护。因为在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现实社会里，黄脸婆是最容易被社会轻视和忽略的一群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赵丽颖的节约当然值得肯定，但在一线的红人圈子中奋斗，即便无需天天盛装华服，同样也需要对自己好点，对脸面好点。对自己好点的话，是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的话，是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遇上。还是有对比就有伤害。在另外一期金星秀的访谈中，对象许晴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接近半百，却又始终少女感爆棚的许晴，主动回应了金星的好奇心。他当时傲娇地表示说，他和华晨宇非常的相爱，而且还把华晨宇当成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他说，我和花花是灵魂上的伴侣，他也是水瓶座，他也是 B 型血，我喜欢他的音乐，我想我们会终身都很相爱的，不是大家想象的恋爱。这话说的相当的鬼马和矛盾。首先，灵魂伴侣的词儿可算是神舞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情的最高境界了。如果说这个概念上的相爱不是那个概念上的恋爱，那么就一定是让地球人摸不着头脑的火星上的相爱了。想当年花儿与少年热播之后，许晴和华晨宇之间的一欢一真的姐弟恋一直都成为了热爆的话题。问题是许晴比华晨宇大了整整21岁，眼高手高的华晨宇为何如此痴迷这个人间不老的精灵呢？很简单，就是驻颜有术。这种姐弟恋的最佳注脚只不过是许晴太懂化妆，太能保养了，以至于意乱情迷的花花公子华晨宇干脆在公开场合大胆表示说，要照着许晴的模样去找女朋友。这种毫无顾忌毫无意外的喊话和暧昧，算是用写满文字游戏的纸把熊熊燃烧的火给包住了。女人的风情堪称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想要让这道风景变为永恒，要么藏在深闺无人识，一朝惊艳天下知，也就是说让别人的惊鸿一瞥成为记忆中的永恒，要么就要像许晴一样，把照顾自己的脸面当成终身的护理事业。无独有偶，曾几何时，国际大牌香奈儿的创始人 Coco Chanel 对自己的侄女说过，
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婚姻金句。他说，女人的容颜是一种武器，你要像经营婚姻一样经营自己的容颜。您觉得这位大牌名人说的对吗？欢迎您畅谈婚姻，畅谈明星。多谢您的关注、订阅和参与，谢谢。